好了，各位亲友大家好啊，我们開始今天的分享啊，先分享王紅麗同學的一個體會，這個問題哈，李老師好，說跟着練剛收工哈，說每次練的時候我都熱乎乎的，滿臉通紅的，說是否正常？兩腿呢時常有熱血流動的感覺，說一股股的像熱水流下的那個樣子，說低頭看呢啥也沒有，不知道表達對否啊？像我說明白沒有？說好久沒寫體會了，但是不知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感受，說一會兒一變，說出來呢又覺得不正確，當時有覺知，過後又忘了哈。不練的時候也時常有覺知出現，一會兒就過去了，熱麻脹冷流動跳動，竄着麻到手指啊等等啊，我就是後排退後啊，對，退後你看着一會兒就過去了，說好奇怪啊，说王老師指導一下，說此時應該怎麼樣做更好。還有站樁時久了呢，總是有震動感，想抖動，手指肚啊在跳動。說每當此時此刻，我都不知道怎麼做，就順着抖吧，就動了。一動啊，又覺得主觀干預了，又覺得不對。總之哈，不知道怎麼樣繼續啊，就是怎麼樣去做。所以自己性子一變呢，就從狀態裡出來了哈。大家注意，我們站樁的時候，無論站樁打坐還是練什麼樣的動作的時候，身上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反應，酸麻脹痛啊等等各種反應。就這些反應出現的時候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管它。過去我的老師就講，就不要理他，你不理他就好了，不要分析他為什麼要這樣啊，為什麼那樣，他怎麼又這樣了，怎麼又那樣了，不去管。你就像一面鏡子一樣，這一面鏡子來了人照，他就照住，走了他就走了。這個走了之後，這個鏡子不會扭過來，我就轉它，或者說我把它請的放到我的鏡子裡去，不是這樣，我就不管它，不管它，我就這麼待着，它有什麼反應，它就有啥反應，不管它就好。但身體這個跳動，比方說你站在這兒，它裡面有很小的這個動，你也不管，那隨着它動一動就動一動。但如果這個動太大了，這時候就要稍微要控制它了。但是如果說有老師在現場指導你的話，他動一動大，問題也不大。但有的時候把动大的时候你控制不住，它就麻煩，就不好办。所以最好如果动得很大，你就告訴內心一個安定。就它動是通你的身體，它不動呢，它也能夠通，就是當我們出現各种各樣的情況的時候，身體啊鍛鍊的時候，但是如果說你出現這個情況，你特別難受。哎呀，心跳咚咚咚，或者特別難受，那就另外一回事。我就說的這氣血的運行這些狀況。那如果說你心臟特別難受，或者頭暈腦脹，那這種情況，那就產生所謂一種病態的情況，那就要及時去停下來，及時就醫。那如果單純就是這氣血這兒動那兒動，這些現象就盡量不要管它。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？大家這些情況也要客觀的、正確的認識。不能夠說我出現了什麼樣的情況，我都是鍛鍊中的反應，那也不一定是這樣。比方說你今天特別累，或者家裡面好幾天沒睡好覺了，或者怎麼樣，一站樁的時候啊頭暈的，你說哦不，這是我氣的變化的反應，那就不是了，是吧？就是說我們要很客觀的冷靜的正確的對待身上的各種反應，如果有一些病態的變化，那一定要及時去看醫生，及時就醫啊。那如果說單純就是站樁的人啊，這會咕嚕動一下，那咕嚕動一下，那會有氣血正流動，沒有什麼不舒服的那種感覺，那你就這麼待着沒問題的啊。好了啊，正好呢，這也是我們下面要講的這個問題啊，就是明天就入伏了啊，入伏了3伏天，過去總是講着冬練3九，夏練3伏嘛，因為3伏天外面熱內寒，人心呢特別容易燥啊，容易燥。這個時候啊，正好是什么？是練心的这個好時節，練心的好時節。今年的3伏天，我看這個中伏有20天啊，我20天，中伏20天，整個3伏就40天時間，我準備了大概將近20個短小的這樣一個話題哈，我就想着每個話題我們言簡意賅啊，精講多練啊，精講多練就是這3伏天的這樣一個，我們也算發一個願，不要夏練3伏，也用愛護生命啊，去實踐它。就我真的希望說，每一次夏練3伏的這每一次的分享，真的都像清泉一樣，能夠流過心田，帶走那個燥熱，留下清涼。也真的祝願我們兩岸社會的親友，在這個夏天啊，收穫一身正氣，滿心的歡喜。就跟剛才一樣啊，都提醒我們大家在鍛鍊的時候，你得根據自己的情況，循序漸進，適可而止。比方說往這一站，可能要站1個小時或者1個多小時，
如果你剛開始你站不了那么长时间，哪怕你站10分鐘也行，5分鐘也行。你不想站，你坐在那儿也可以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循序漸进，適可而止，一定不能跟別人比強度。說旁邊還有一個人，他站怎么不跟別人比強度，你也不要跟自己硬較勁，說我得站多长时间，不是这樣的啊。就你這個夏練3伏也要像什麼，像玩一樣輕鬆自在，想坐就坐，想站就站，你想躺就躺着，累了就休息，困了就睡覺。你說我今天我不想站了，我就想休息休息，那你就休息休息，好吧？照顧好自己是第一重要的。我說清楚意思没有啊？这我们这个夏練3伏就，你比方說我平常往這有時候一站，可能站個40分鐘、50分鐘、1個小時，或者是做某某動作，這個要往一喊要喊個幾十下，那你如果2下你就累了，那你就放下來休息啊。大家從我這兒來說，沒有任何說強求啊，有特殊的要求，我只是在這做示範。你跟着能做幾個就做幾個，但是有的時候，比方說我站了1個小時收了，你還想繼續站，如果你你覺得進入很好的狀態，那也沒關係，就完全是看自己啊。那麼今天講第一個小話題啊，就3伏天到底是練什麼？平常一講3伏天，哎呦，夏練3伏就得出一身大汗，可能都會這種感覺啊。這最熱的這個日子啊，有人說要就是練筋骨皮嘛，大汗淋漓才叫夏練3伏，其實真的不是這樣。3伏練的不是汗，而是心。而是什麼心啊？就是那顆在炎熱中不煩躁，在疲憊中不抱怨的心。你不煩躁，這是非常非常關鍵。夏天一熱呀，你看就開始那個心就開始煩了。大家講是不是這樣？脾氣特別容易起來，有時候也沒有耐心。這個時候恰恰是鍛鍊心的好時機。真的有時候當汗水流到眼睛裡面了，你能夠平靜的擦去，甚至我都可以不管它，我不去罵，哎呀，怎麼這個天怎麼這個樣？哎呀，怎麼這麼悶熱？你心裡悶得很難受，你依然能怎麼樣？哎呀，不管如何，我能夠安住當下，不逃不離。就這個熱浪它不是敵人，它是個助緣。什麼助緣？它幫助你照見內心的那個躁動，也是幫你磨練那種穩定的安忍這樣的功夫。所以整個夏天練3伏不求大汗，只求心安。3伏嘛，這個伏講的三個10天，或者有時20天3伏。因為伏其實還可以伏嘛，3伏你伏你的精氣神精神別亂了，那氣也別亂了，別浮上去了，那個精也別散掉了，把它要扶起來。這個扶住的這個扶，不讓它散出去，好吧？我們精講多練，每一次呢我們就少講一點，多練一會兒。大家現在站起來，我們一起來練啊！我們3伏天這將近有20次，不到20次啊，就是我們每一天就爭取多練一練啊。好，大家自己真的你得自己照顧好自己啊。如果說你累了也好，怎麼也好，你想休息就休息，隨時隨地你自己安排哈。好，大家安靜。就你往這兒只要一站，就立刻進入狀態。腳分開，正後8次。
注意腳不要太寬，跟肩膀差不多啊。看肩颈底下涌泉大概是，这么寬。两手慢慢的上抬，一下进入状态。身体微下蹲，你看我说叫微下蹲，就是要求大家站这个桩啊，站高桩，別站的时候使劲很低很低啊，不用站太低，除非很年輕的同學你想練那也可以啊。大概來說就是高高的，幹高樁。但是呢，安靜最重要。就你往上一站，立刻讓。那個我的那個鏈條，那個猴皮筋啪啦斷掉了，所有的精氣聲咕嚕收回來了。那個聚精會神是很自然的，咚。你的心神氣都沉入丹田，讓呼吸自然進行，讓本能自己運作，讓世界如其所是。
站好之後，整個身體盡量定住，一動都不動，唯有呼吸，也是讓呼吸，頭腦恍恍惚惚。
當有念頭，就提示自己讓我從頭腦裡讓出去，沒有了我，這個大腦就不思考了。站高桩高高的站着，腿稍微彎一點點就夠。你平時站着跟一個朋友聊天，可能不知不覺一站也站半天。現在站在這兒，聚精會神。你不是使勁兒去聚精會神，我不再抓了，精氣神自然的去让它丹田。一動不動，逐漸，有的同學可能感覺到一動不動，甚至連呼吸都覺察不到了，覺察不到那個呼吸之動，那個鼻孔的呼吸之動。身體本有的其他的呼吸形態可能就出現了，你不要去追求它，你只是讓自己盡量不動，頭腦恍恍惚惚。
靜，頭腦恍恍惚惚，保持這種狀態，百會少林，身體慢慢直起，腳慢慢合攏，手緩緩下落，兩手自然下垂，安靜，安靜。頭腦還是恍恍惚惚，身體自己會動，不需要我。兩臂陰掌側起，胳膊是自己動，不需要我動。气沉一字，頭腦還是恍恍惚惚、空空蕩蕩，肩橫向縮，不是我去橫肩縮向，是肩膀自己會動。
向松，阶段向松，向松，阶段向松。解开向松，两臂慢慢下落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，安靜。注意听口令，我们做腹龜嬰兒。注意先不要彎腰，先放鬆膝蓋，放鬆腿，那種感覺，那個重力呀，那個氣沉下去，身體往下一縮，沉下去，沉下去，鬆下來，腹龜嬰兒。兩手敷於足面，向上提，向上
體向上提轉掌，手經腿的後側慢慢上升，指命门点安靜不動，還是將重量一下子放到腳上去，雙膝一軟，腹歸陰耳，手沿腿的後側向下，經腳外側敷於足面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轉掌，經腿的內側慢慢上升，肚臍點按，兩手重疊在肚臍上，靜養，慢慢的靜坐靜養。頭腦恍恍惚惚，安靜。
再次提醒一下，就是我們最近天气比较热，下连3伏的时候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一定要照顧好自己，千萬別強求，別硬練啊，不能跟別人比，只自己做到什麼程度，做得很舒服，或者說稍微有一点点努力，努力完之後很輕鬆很舒服就好。你不要練完之後，哎呀，一整天很累，甚至累很长，累好几天，那就不对了。练完之后，哎呀，觉得很輕鬆很舒服就好。当然練完之後出完汗也不要馬上去冲涼，出完汗之後啊，如果衣服汗濕的話，要換個衣服，先把身體擦乾一些，把後背，完了過一段时间都調整好了再冲凉啊。大家願意安靜的，你在这安靜一會兒啊，安靜一會兒，精氣神的，特別全身那個氣，你站的時候，那气血運行的一種狀態，安靜下來，精气神在安穩的丹田裡。我们集體練就練到這兒，大家自己願意再做的多做一會兒啊，謝謝大家。